領悟記憶秘技，釋放交易智慧。交易員總係煩惱住點解自己已經不停提醒自己唔好再咁樣操作，都仲係冇辦法記喺心裏邊嘅，以致到一啲交易結果虧損、保本、微賺常常發生，處理得唔夠好，好可能係交易員缺少咗呢一啲領悟記憶嘅秘技。歡迎嚟到學習交易技術同埋心理學嘅頻道，我係 Tom Lee，係一位投資教練。呢個頻道會分享交易嘅技術、心理等各方面嘅知識。唔想錯過任何最新嘅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啊！今次嘅影片會分享一個非常有趣而且有效嘅學習技巧，呢個就係記憶宮殿 Method of Loci。呢個技巧可以幫助我哋更加好咁記憶同埋擁有強大嘅學習能力。喺介紹記憶宮殿之前，等我哋先嚟探討一下同學習相關嘅另一個重要概念，呢個就係遺忘曲線 （Forgetting Curve）。遺忘曲線嘅原理，遺忘曲線描述咗我哋喺學習後隨住時間推移所經歷嘅遺忘過程。根據呢條曲線，我哋喺學習某個內容後，好快就忘記咗其中嘅大部分，然後隨住時間嘅流逝，遺忘嘅速度會逐漸減慢。咁意味住，如果我哋只係依靠單一嘅學習，好快就會遺忘大部分嘅內容，尤其是係課堂嘅最後一日，即係藍色曲線。同一時間，如果我哋能夠喺學習後進行重複定期嘅複習，就能夠更加好咁鞏固記憶，減慢遺忘嘅速度，從而提高學習嘅效果。就好似紅色曲線咁，呢個就係遺忘曲線嘅基本原理。所以了解咗呢兩條曲線，我哋可以提醒自己學習過程當中嘅重要性，適時咁複習同埋回憶係保持所學知識嘅關鍵。接下來等我哋轉移到我哋今日嘅主題記憶宮殿。呢個技巧可以幫助我哋更加好咁記憶同埋組織大量嘅信息。等我哋一齊嚟了解佢嘅原理同埋運用啊！可以喺學習交易當中活學活用。記憶宮殿嘅原理，記憶宮殿係利用我哋對空間嘅記憶同埋想像力，將需要嘅記憶嘅內容同埋具體嘅空間位置相關聯。呢個關聯性可以幫助我哋更容易咁回憶起一啲內容。呢個技巧嘅原理係基於人對於熟悉嘅地點有較為清晰嘅記憶。我哋可以想像一個我哋非常熟悉嘅地方，例如係我哋屋企，然後將需要記憶嘅內容同埋家中嘅不同位置相關聯。例如我哋可以將記憶嘅第一個內容同屋企嘅門相關聯，第二個內容同客廳相關聯，如此類推。透過將內容同埋特定嘅空間位置相關聯，我哋可以喺需要回憶嘅時候，想像自己喺呢個虛擬嘅記憶宮殿中行過，回憶起每個位置所關聯嘅內容。呢種想像同埋回憶嘅過程可以幫助我哋更加容易咁召喚起記憶嘅。記憶宮殿嘅應用，記憶宮殿嘅技巧可以應用於學習同埋記憶各種嘅交易課題。無論係我哋嘅記憶定義、法則嘅名稱、劇本或者係其他任何形式嘅信息，我哋都可以利用呢啲嘅技巧嚟到提升我哋學習交易嘅效果㗎。例如喺學習一個交易嘅課題時，例如係支持阻力位，我哋可以將每一個要點同記憶宮殿唔同房間相關聯。當需要回想特定嘅段落嘅時候，我哋只需要想像自己喺記憶宮殿中經過相應嘅物件或者房間，就能夠回憶起相應嘅內容。同一時間，想像得越有趣，會更加容易掌握呢個學習嘅方法㗎。以下係俾大家嘅參考。想像自己嘅屋企準備入門口，你見到鐵閘門，即係位置一，支持阻力位好堅固，就如鐵閘門一樣。不過呢度鐵閘門好特別，冇解鎖嘅話，門把手就會好熱，所以唔好胡亂觸碰，唔可以隨便入市㗎。然後你見到木門，位置二，木門係第二道防線，同時佢係隱形嘅，需要交易者用顏色將佢上色先至能夠見到，用作止損同止賺嘅功能。之後你會見到鞋架，位置三。呢度有各種唔同顏色嘅拖鞋，專業嘅交易員一定唔會選擇有紅色嘅拖鞋，因為係有毒嘅。如果着過嘅話，就有腳臭、爛腳等情況，佢哋係有毒嘅。呢啲拖鞋可能就係暗示逆勢入市啦、唔合法則嘅交易啦、情緒交易等等。假設揀啱咗合適嘅鞋先至能夠入屋，然後咧你就會見到地板位置四、大廳位置五、飯台位置六。仲有好多嘅情景，
暫時冇辦法一一說明，要交易員自己經歷出嚟。呢個就係交易員嘅一大挑戰。冇錯，呢個過程就係試錯。專業交易員要記憶嘅點並唔係紅色蘋果要唔要食，而係當佢哋遇到點樣嘅蘋果，要點樣辨認先至可以食或者唔可以食。特徵可能係佢哋見到表面上已經爛透啦，就唔食啦。可能係聞到發臭嘅味道，亦都唔會食；亦都可能係表面冇問題，咬落去見到黑心嘅蘋果，亦都唔會繼續食㗎。呢啲嘅情景就如同交易操作一樣。交易員嘅領悟係從認知開始，有咗認知先至能夠開始調節。如果交易員了解咗今次嘅內容，咁恭喜你，因為你嘅成長已經開始啦。你已經知道咗遺忘曲線同記憶宮殿嘅原理同埋應用秘技，有效釋放交易嘅智慧。有啲乜嘢你想知道更加多嘅呢？請喺下方留言話我知啊！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哋頻道啊！下次再見，拜拜。交易員獨有嘅唔止係佢哋嘅記憶，而係佢哋嘅經歷。